們今天打算開始一個新的系列主要是想分享中藥的使用，從一個比較專業的角度，然後結合一些我們自己的經驗然後讓大家也可以學着處理一些簡單的病症。那我們這次用的第一本是《神農本草經》這本書呢是目前中醫裡現存最早的一部本草著作大家都知道中醫很多這個本草書是吧包括這個《本草綱目》大家最聽過的是吧？這些以後我們都會講到。但是在第一次講中藥的時候我們想還是用這個《神農本草經》比較好。為什麼？因為這本書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書寫方式比較簡單直白所以就是它沒有那麼抽象也不需要大家學太多基礎理論所以就一聽就明白，比較好入手那麼這本書它其實記載了365味藥當然我們也不會全部都提到，因為有很多藥它其實現在已經慢慢少用了所以我們就想因為我们有一個系列是專門講傷寒論的是吧那傷寒論它是這個中醫從理論到臨床連接的一個橋樑，所以我們就打算先分享這個傷寒論裡面比較常用到的這個中藥我們就從裡面挑了45味藥那按照的這個神農本草經的原文來給大家分享大家如果可以很好的掌握這45味藥的話，那基本上這個開方用藥就不成問題了甚至之後學了這個傷寒論就可以給人看病好，那我們就按照本草經的這個順序講藥第一個出現的就是消食這個消字它通消也就是消食它是一個礦物藥來的大家看這個藥的外形它很像這個麥芒大家有經驗有时候我們經過這個草地草叢的時候感覺身上衣服會掛着一些小小的刺甚至這個刺會刺到肉裡面所以古人講叫芒刺在肉嘛因此這個藥後來它也叫做芒消好像這個芒刺的形狀這樣現在講消食大家未必知道但是講芒消就知道了這是古今這個藥名的一個變化啦。那麼如果大家看古書的話，還有一個藥叫做破消它叫破消，它其實和芒消也是一個藥但是差別在於它處理的方式不一樣芒消和破消它的原材料是一种天然矿物化學名稱叫硫酸鈉它是一种天然的鹽所以味道吃起來是鹹的，特別的鹹那麼這原材料它主要取自這個鹽鹼地它的原材料的名字叫土硝。我們知道這個原材料它的雜質會比較多，所以我們不能夠直接使用的，所以需要先處理去掉雜質所以以前的做法就是把這個土硝放到水裡面然後把它煮開，它溶解了以後那個骯髒的雜質它會沉底嘛然後我們就把這個雜質過濾掉再把這個水冷卻結晶就得到了這個破消不過這個破消它還不是最好的，因為裡面還有一些細微的雜質我們看不到對吧所以中醫藥它就會用白蘿蔔用這個白蘿蔔來煮這個破消因為白蘿蔔它的膠質可以吸附掉一些這個雜質，把這個破消放進這個煮開的白蘿蔔湯裡面，等到這個溶解以後就把蘿蔔撈出來然後再把這個水過濾冷卻得到結晶就是芒消了芒消它是含有水分的硫酸鈉後來我們為了方便攜帶還發展出一種去掉結晶水的加工品就是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白色粉末這個白色粉末叫做玄明粉我們一般都用這個，因為這個比較好攜帶，乾燥的嘛沒那麼重接着我們看這個本草經怎麼說的，它叫做味苦寒這個我們剛剛說過它芒消其實是鹽來的所以它味道應該是鹹的。那麼為什麼這裡會寫到苦所以大家要注意是這個中醫講的五味它不是我們簡單的靠舌頭嘗出來的味道它是一個功效的代名詞就比如說我們說這個酸苦甘辛鹹如果這個藥它有收斂的作用，比如說斂汗斂小便斂月經月經過多那麼它就會被歸類為這個酸味酸味的家族是吧那如果是有往下瀉往下倒的作用那麼它就被歸在這個苦味的家族了所以我們就知道了这個芒消它有往下倒的作用寒呢就是說它可以清熱对，因為這個感染病邪引起的熱症就有效所以我們再多說一句這個五味跟這個藥性寒熱的歸納其實很好用的。中醫裡有一句話叫做寧失其藥勿失其味
什麼意思？就是講有時候我們的條件啊，或者是環境下，我們找不到我們指定的藥啊。比如說我想要用芒硝啊，但是剛好沒有貨啊，或者我在很偏僻的地方，身上沒有怎麼辦？那沒有關係，我們可以找類似作用的藥物來代替啊。什麼類似的？就是它的性味相似，它也是苦也是寒的啊。那麼它的作用呢？就會和芒硝差不多所以學藥的時候大家可以很靈活這個性味也是要記住的學了就可以舉一反三，不會說沒有藥用那我們接着再看呢，把這段功效念完，叫主五臟積熱，胃脹閉，抵去虛結飲食，推陳至新，除邪氣這裡的五臟這個腸就是五臟。因為它這個臟器古人說是藏在身體裡面的，所以他們也用這個藏收藏的來代表。那五臟積熱講的就是鬱積在這個內臟器官裡面的熱氣，所以它可以清熱是吧？我們剛剛說它是寒的。那麼內臟為什麼會有熱氣是不是什麼熱氣都可以用？這個熱氣從哪裡來的？下面我們就要來解讀它叫胃脹閉。這個脹字它也是通假字，通這個膨脹的脹也就是說這個熱氣是因為胃部脹滿閉塞了。那麼這裡大家要注意一點，就是古人講這個胃它不是我們現在所講的這個心下這個胃而是包括了整個消化道也就是說它整個消化道都脹滿了最重要的是這個閉字，就是說這整個消化道都關閉起來了吃東西吃不進，然後拉東西也拉不出来上下口都堵住了是吧？那這個是什麼病？我們從現在來看這個和這個腸水腫引起的這個腸梗阻有關從臨床來看的話，有一些我們引起腸道發炎的疾病如果我們不處理的話，它會讓這個腸細胞的通透性變大，通透性变大了，水分就會累積在裡面，導致這個腸細胞水腫。那腸細胞它是一個平滑肌細胞嘛它是會有節律的收縮放鬆收縮放鬆這樣子把這個大便往下倒嘛，是吧？那如果腸細胞水腫的話，它的蠕動收縮放鬆它就会被到影響大便就會排不出來大便排不出，你也吃不進去那麼這大便它久了待在這腸道裡面，就會被這細菌腸道裡面的細菌發酵，它就會產生大量的氣體就會引起我們說這個胃脹整個消化道都感覺脹脹的。這個情況它比較危險的一點是如果這個水腫很嚴重，就是說這腸水腫很嚴重它會壓迫到腸道的血管所以導致這個腸細胞它供血出現了不足的現象。所以大家想，就好像我們說這個心臟缺血的時候，是不是也會心臟壞死？那這個腸細胞它缺血的話，它也是會壞死，它就引起腹膜炎了。這個是比較危險的，尤其在古代沒有這個手術處理的情況下，是特別危險所以在這個《傷寒論》裡面有提到我們在講這個腸梗阻類併發症的陽明病篇裡面就談到幾個死症在以前是會死的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壞死它引起這個腹膜炎那麼古代的中醫它避免就只能用到芒硝這裡面靠的就是這個芒硝它的高滲脫水的作用怎麼說的我們剛剛說這芒硝它溶解以後其實就是高濃度的鹽水它特別高濃度特別鹹，它裡面的硫酸根它是沒有辦法被我們人體吸收的所以它等於說吃下去它會完完整整的通過整個消化道排出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它就好像那個我們洗地板一樣它可以完完整整把它洗整個肠道像洗胃這樣把它洗掉因為它是高渗透压的嘛，所以它等於說經過我們腸道的時候它可以把這個水腫的腸細胞它裡面的水分抽離出來，抽到這個腸道裡面所以它可以減輕這個腸細胞發炎水腫的情況所以大家看這個功效後面寫滌去虛結飲食，推陳至新這個滌字就用的特別好，洗滌嘛，洗滌整個消化道好像我們洗地板這樣把這個消化道裡面蓄積鬱結的這個食物殘渣一起沖刷出來推陳至新這個4個字就很好就把這個舊的東西去掉，這樣我們才有位置接受這個新的東西消化道才能接受新的食物是這個道理。那換句話說了，就是芒硝它有通便的作用可以沖刷整個消化道原理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因為它吸收不了，所以它會沿着整個这個消化道流
然後最後沿途呢吸附一些水分，然後最後排出來順便把这個一些食物殘渣也跟着一起排。那我自己也是曾經用過好幾次，在病人身上也是用過在喝藥以後大概4個小時以內，4個小時就會有反應，這個反應是很突然的你就是感覺這個肛門有東西要出來了而且一定要去廁所，這個是忍不了你是不能說好像一般我們有大便有感覺的時候忍一下就過了，它是忍不了的，因為它是高深的液體它是怎麼樣都會流出來的所以我們都會建議病人，你喝了這個藥的話，你不要出門，因為你出門等下找不到廁所就麻煩了是吧？所以現在有的中醫講沒有中醫排不下來的大便這個信心就是來自於盲銷這個排便的方法在現代醫學叫做滲透性的瀉下法，高滲嘛，是吧？那西方它是在17世紀以後它才開始廣泛的使用的一直用到今天。所以好像有長期習慣性便秘的人醫生就會開這個硫酸鎂或者是聚乙二醇這種藥其實和盲銷是一個道理。不過大家發現中醫它是比西方早了1000多年就用了所以中醫它可以累積更多的這個經驗，還有這個觀察。所以中醫他就觀察到一個什麼情況就是這個通便的這個盲銷它其實不適合這個習慣性便秘的人用，只適合什麼？適合因為腸道發炎感染以後出現的便秘只適合用一下，它不適合長期的用。為什麼？因為這個藥很霸道所以它靠的是這個高滲透壓，大家知道它就是等於不給這腸道吸收然後刺激腸道蠕動，這樣來排便的。這種藥只要用久了就會代替掉人體這個腸道自然蠕動的功能，它會產生依賴性。所以等於說你用了越久就好像吃安眠藥一樣，你越用越久呢，藥量要增大它才會有效，然後到了一段時間它又会你吃多少药它都沒有效了它會形成這個依賴性就是這種情況。所以《神農本草經》它在2000多年以前就記載最後3個字很重要，叫除邪氣這個邪氣就是講感染的時候才可以用你不是感染就盡量不要用習慣性便秘這種情況就不要用它會形成依賴性了所以現在很多人他靠這個西藥來排便，瀉藥嘛，是吧？到最後越搞越差了，真的是這樣便秘就越來越嚴重到時候你要戒掉也是很難，因為你要恢復這個腸道的正常蠕動是吧？所以在中醫裡我們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盲銷？除了比較嚴重的這個腸道發炎、水腫、梗阻的情況以外這大家可能碰不到但是大家比較常碰到的是什麼？就是亂吃東西引起的這個上火好像我們馬來西亞最近這個榴蓮跌價是吧？然後大家就暴吃以後就上火了你喉嚨痛發熱氣眼睛紅腫早上起來可能這個眼睛裡面眼屎很多是吧？再加上比如說小孩子平時喜歡吃這種煎炸的食物或者喜歡吃零食，过很容易上火這種亂吃東西引起的問題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吃進去的東西它不好消化好像這個榴蓮這種固體的脂肪它特別的不好消化，它在腸道裡面就會待比較久的時間，它就會發酵產生大量的細菌引起感染就是我們說的腸道發炎感染了。那我們要做的就是要把這個食物殘渣排出去，是吧？因為這個食物殘渣它會是這個細菌的食物我們排出去了過後細菌就沒有食物，它就不會繁殖發炎了，是吧？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到盲銷了。那麼用盲銷的量也不用多，10克左右就行大家看這個藥10克它可以用很久了這一罐藥它是可以用很久的這個藥它很方便，它是不需要煮的是等於說你放在一個溫水裡面，你把它溶解開了，你就喝下去就可以了然後這個盲銷藥你不要分次喝你分次喝等下你大便也是分次的等下你要待在這個廁所裡面很久所以你一定是一次性喝完的這樣的話就可以治療一些因為亂吃東西引起的上火那除了我們說喉嚨痛、發燒這種上火表現以外像是我們平常說吃海鮮有些海鮮中毒是吧？以後出現的皮膚症、皮膚病或者是過敏這種情況也可以用到盲銷道理也是一樣把海鮮排出去，這過敏源排出去就不會這個發炎了。
所以大家也知道，我們馬來西亞吃這個榴蓮，它有一個習慣啊，就是我們吃完了以後會拿這個榴蓮殼啊，裡面加一點水啊，如果更厲害的還會加一點鹽，是吧？我們的老前輩就說這樣喝的話啊，吃榴蓮不會上火。其實是什麼道理啊？我們想可能這個加的鹽分跟芒硝也是有關的，因為我們說這鹽水啊，它會抑制這細菌的繁殖哦，因為我們想這細菌裡面也是有水分嘛哦，細菌的細胞裡面。哦，如果我們把這個細菌啊放在這高濃度的鹽水裡面，它裡面的這個水分也是會被抽離出來，導致這個細菌它也會脫水啊，脫水它就釀了，它的活動就會被限制了，哦，就會被抑制，哦，所以好像古代人啊，他們保存食物，他們會用醃製，是吧？加一點鹽，醃製一下，也是為了抑制這個細菌。哦，包括我們現在啊，這個有時候我們這個口腔潰瘍、生了凹塞啊，那你去看醫生，他會給你用這個鹽水。漱口是吧？這其實也是能夠抑制這個細菌的哦，也是一個道理。所以我們再看回去這個原文就明白啊，我們所謂這個五臟積熱，其實就是腸道發炎引起的哦。這個熱是從哪裡來？就是腸道發炎。那我們現在醫學也發現了，如果這個腸道發炎的話，這個腸道裡面的細菌病毒啊，它會進入我們的這個血液裡面，然後到達我們的全身上下，引起發炎。所以中醫他就發現了有一種肺部的不適，比如說我們咳嗽、喉嚨痛、肺炎，其實它是腸道發炎引起的這一點特別重要啊。中醫叫做肺與大腸相表裡所以有時候中醫他治療肺炎他就不看你的肺他要注意你這個腸道有沒有發炎他用上一些消除腸道發炎的藥物啊，那個肺炎它就得到控制了而且效果特別好，是特別好所以中醫講整體觀，整體觀就是觀察到這個病人他出現這個肺的表現，他不一定是肺的問題他病根可能是在其他，可能是在腸道，是吧所以我們中醫就要講整體觀，要看整個人的整體，這樣才可以治好病那芒硝其實還有很多其他作用呢但是因為我們跟着這底本跟着這個《神農本草經》的底本來解讀所以我們就講到這裡這是第一味藥，它是蠻有代表性的。也給我們知道即使在現代科學比較發達的今天為什麼我們還要看回這個2000多年的古醫書神農本草經？為什麼？因為很多經驗其實古人他已經總結出來了，包括我們現代剛剛講到了2個重點，是吧？一個就是不要濫用這個瀉藥來治療這個習慣性便秘會引起依賴性。那第二個呢，就是我們說這個整體觀很多身體發炎其實和這個腸道發炎有關，是吧？所以我們治療上面要注意所以我們學習這些知識呢，就是避免我們現在用的時候不要重蹈覆轍我們要站在這個巨人的肩膀上談這個養生還有治療，那樣的效果就可以得到事半功倍了，是吧那我們今天先開一個小頭那我們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如果大家也喜歡類似講藥的這個視頻的話，也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們甚至和我們交流有什麼經驗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點讚分享，然後訂閱頻道。那我們下次再見。